接上文，上回书说到，郭德友、顾影、丁卯、萧兰兰4人齐聚聚华大饭店。郭德友假称饭店有老鼠，制造混乱，趁乱混进饭店后院隐藏的鸦片馆。4人大闹烟馆，郭德友不堪鸦片侵扰，几度陷入变冤幻境。即将成功逃走之时，发现了一间密室。警察查封烟馆，郭德友引出幕后管理者王掌柜。丁少爷拿着船只记录责问胡总管，老胡告知丁卯此事莫要深究。丁卯连夜提审，王掌柜供述烟馆进货渠道正是漕运商会丁义秋。引出来，丁卯夜审，王掌柜毙命，萧兰兰接前情往事，郭德友施巧计要引出真凶。江湖，科学，拳脚，真相，水性好，法医，神婆，记者，身子骨弱，特别警探，娘，市政府秘书长，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大少爷，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千金小姐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有钱有势，有什么用啊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还行吧，通情达理。怕个杂，开什么玩笑？不交情。有线索了。德意志，神调一门，大新闻。漕运商会，师傅，父亲，不惹事儿。不怕事儿，推理正确，青梅竹马，天津百姓，听好，郭德友，河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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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，胡大总管，您这是？我来给少爷送汤。嗨，这点事儿您还亲自跑一趟，大晚上的。哎，这岁数大了，晚上睡不着，我就到这里溜溜腿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待会儿来喝汤好吧？不了，胡总管。哎。胡叔，少爷，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一看你这脸色，就没好好吃饭。你婶儿啊，给你熬的归气乌鸡汤。最近这么累，好好补一补。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没太大进展。你回来这么久了，在家待过几天呢？天天往警局里跑，这都几点了？把身子熬坏了，也不见得能查出什么来。我一天不查出我爸是怎么死的，我就一天睡不好觉。有太多事琢磨不透了，实在是不踏实啊。那个畜生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竟哄骗圆圆随他私奔。除了跛脚之外，他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？那声音总该听得清吧？口音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见他老咳嗽。胡说，我有件事
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跟我之间有话直说。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爸他有没有过续弦的念头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或者说是他有没有过在外面留情？胡闹！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呀？没有听说，只是有点疑惑。丁会长一心都是扑在了这个漕运商会的发展上，再有就是担心你，他哪有什么心思，哪有时间去动这个念头啊？最后一根了，你来吧。我，抽吧。知道你心烦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抽。这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我胡海江这辈子只负一个人，那就是你父亲。现在咱们漕运商会在天津地面上也算是有头有脸了。丁会长无论走到哪里，大伙儿多少都得给面子。按理说，他完全可以不用再这么拼命了。丁会长的心思可比咱们这些人想得深呢。他考虑的可不仅仅是漕运商会这小小一家，他是为了海河，为了整个天津卫。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私心的话，那就是你。少爷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还是早点回去歇了吧。少爷，少爷，都过12点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没事。在里面还有个重要的犯人，我要审。是吗？行，可别毁了漕运商会的声誉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啊，我走了。你给我起来！我问你，人怎么会死呢？我也想问啊。好好的人关在看守间里头，没人问，没人碰，他怎么会死呢？他怎么死的呢？一定是有人要杀人灭口，咱必须马上彻查，排除隐患。彻查？你还要不要点紧呐？真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！我他妈现在就想抽我自己的脸！当时吃了嘛迷魂药了，就让你查案呐？
现在说这些要紧吗？有用吗？马上立案，马上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啊！行，立案啊，查呀，谁惹的案子谁查啊！现在人死在我们警察局里头，你让外面的人怎么看啊？你让报社的人怎么看？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丁太原，丁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王掌柜是怎么死的？淹死的。放屁！队长，喝口水，消消气儿啊！滚！这里是警察局，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哪儿来的水啊？你告诉我，他在里边被淹死了？他是撒泡尿把自己淹死的吗？我的祖宗！我已经验过尸了，肺部呛水是淹死的。你要不去看看？不看。都说咱们警局里也闹河妖了。最近想吃点什么？啥都不吃，就在家里待着。不说就算了，我想吃点好的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省得哪天让你给气死了，还没过够嘴瘾，多亏得慌。师傅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情势所迫，追着追着我就进去了。你抽烟我就不说你了，你还长出息了，直接就往大烟馆里钻。都怪丁某那小子，每次都是为了要帮他。您找机会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还来劲了你？不管好自己手脚，你反倒赖起你师弟来了你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这次你有命活着回来，就算你运气大，你还想有下次？我也没想到这次反应这么大。什么是大爷？你知道吗？普通人沾上都得丢半条命，就你这身子骨，你不是找死，你是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老实泡着。老了，抽不动你了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吧？您以后抽不动我了，我再犯什么错，我就自己抽自己。您刚才不是说想吃顿好的吗？您要吃什么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买。晚上咱爷俩吃顿好的。这吃什么吃啊？你知道这里面我给你加了药量了，你给我好好泡着吧。郭爷，警局去请您捞票子。你去不就得了？也明让郭爷去的。他这身子骨下不了水，不用下水。不用下水，捞什么漂子呀？人确实是淹死的，不过是在警局的牢里淹死的。我就说这人是河妖杀的吧，不然干嘛请小河神过来呀？嘘，副队长说了，别瞎说。这人什么时候没的？能确定吗？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的11点到2点。怎么了？你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些霉味儿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进过这里吗？副队长把案子全权交给我了，钥匙只有我有，谁都进不来。钥匙呢？我一直挂在腰上，没离开过。这锁锁芯这么深，一般人他撬不开。而且这儿只有这么一个通道，别的地方进不来。不用查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啊？你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开玩笑了？你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房间是密室，而唯一的钥匙在你身上，很明显，你的嫌疑是最大的。
换谁来查这个案子，第一个怀疑的肯定是你。我有不在场证明。怎么证明？胡叔可以证明，我们两个一直在外面聊天。胡总管，他怎么知道？昨晚胡叔拿着汤过来看我，我们两个一直在大厅聊天，门口值班的警卫应该也看到了他的出入。唉，你还记得胡总管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？12点刚过。你记得这么清楚？我把他送走的时候啊，钟声刚刚响过。送完之后想回来审他，就发现已经死了。小河神这是在除妖吗？闭嘴！看什么呢？我不送你一个小的了吗？你还让不让我查了？你抽烟了？抽了一根。我以为像你们这种学医讲科学的人都不会沾这种玩意儿。有时候心里烦的时候就抽那么一根。这里头的烟灰是你倒的吗？不是我，有人固定打扫。你跟我说，胡总管是几点钟走的来着？12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钟敲了12下。你看出什么了？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？而且他大概的作案手法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赶紧说。有点复杂，想要知道结果的话，可能需要委屈你一下。委屈我？得赌一把。可是不管赌赢赌输，得到的结果都会关系到漕运商会的未来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咱是来干嘛的？来准备那件需要委屈你的事情啊。能查的我都已经查过了。过去30年间，天津一共爆发了4次比较严重的洪水。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1年以前，当时的死伤和失踪人数达到了上百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西郊重灾区有一个村子，叫做启明村。在受灾2年以后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邪恶组织，叫做魔古道。魔古道在当时的京城四处掠夺儿童，影响非常的恶劣。不过可惜，当时的一些相关信息都已经被封存起来了，只知道官府带兵剿灭了当时的一些教徒，魔古道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魔古道，正好，今天丁少爷也在这儿，有一个信息，我想你们2位一定会感兴趣。什么？当年围剿魔古道的一共有3人，这3个人你们都认识。总兵丁义秋、副总兵胡海江，还有江湖义士郭纯。我爸，胡叔。
师傅，这是绑着我爸的那尊玄武像，我得去找师傅问问清楚。小河神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找的信息吗？哦，我有一个可以震惊全天津城的独家消息，作为回报，我想要送给萧小姐。震惊全天津城。嗯。队长，冤枉！哎哦，把门带上。哎，坐。报上的消息看见了，人呢？压下来了。这事儿真的冤枉，副队长，通融一下。自己非要逞能查案，夸下了海口，又查不出结果，面子上挂不住就滥用私刑。没成想，那姑娘挨不住，把人给审死了。丁少爷倒是清醒的人，没藏着掖着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主动把所有的罪都招了，没有人冤枉他。犯人自首，我们抓人，公事公办，没毛病。您说，我怎么通融啊？这事儿现在已经见报了，上头的人都知道了。即便是我想保他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聪明人办糊涂事儿，你说谁拦得住啊？是吧？我今天来是来投案自首的。嗯？王掌柜是我杀的。我把东西准备好以后，就来给他送汤。胡说！这么晚了，你这是？一看你这脸色，就没好好吃饭。你婶儿给你熬的归气乌鸡汤，你最近这么累，好好补一补。少爷，少爷，这汤
你没喝吗？喝了，光喝汤没用，要跟烟搭在一起才能起作用。然后呢？猪碎炮还能这么用啊？一个人被迷晕之后，再醒过来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晕过去那么长时间呢？时间是会骗人的。我来找少爷的时候，已经快到午夜了。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就留意计算时间，让药效正好在12点钟完全发作，因为钟声可以强化记忆，让他完全不会注意到自己晕过去了。少爷，都过12点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里面还有个重要的犯人，我要审。可别毁了漕运商会的声誉。
你先回去吧。哎，我走了。朱虽炮我带来了，人证物证齐全，你抓不抓人？动机呢？你为嘛要杀他？我跟王掌柜的有仇。胡总管怎么会跟一个范大烟的结梁子呢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那不行啊！丁少爷杀人的事情已经见报了，这时候我再把你抓回来翻案，那外边的人都傻呀！啊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漕运商会背后运作，找人顶缸，我们警局的威严何存呐？副队长，你现在就可以提审丁某。如果他把犯罪的经过一五一十说的都很准，我绝不干涉，不然我将动用漕运商会在天津的各个门路，把事情搞大。副队长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水里面的玄武像，您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这是绑着我爸的那尊玄武像，我得去找师傅问问清楚。很多时候，就算苦主再怎么求，师傅都不愿意点烟变冤。倒不是因为他变不出来，而是变出来的真相对苦主伤害更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闻出来没有？酸的。是白醋。为什么要用白醋？猪髓泡是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啊？这种东西又腥又臭，得用白醋浸泡好几天才能把这个味道给压下去。我们捞尸队刚开始练水性的时候，都是用猪髓泡换气的，所以这个味道我太熟了。你怎么确定就是胡叔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两个一直在一块儿。你一直没发现，那个钟他被动过手脚吗？别的地方都有灰尘，
唯独这儿特别干净。再看玻璃，珠虽怕很油，再加上手上沾了水的话，湿漉漉的去碰玻璃，很容易在玻璃上留下痕迹。这药厉害就厉害在得2味药兑在一起，你喝的汤里其实也下了药，但是它的引子却在烟里。这种药需要把4味中药烤干、磨粉、点燃、吸入一部分，再口服另一部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泡澡的药方是师傅反复调配了10几年才确定的，这市面上但凡能见着的药，我都知道。但是，刚刚说的这种迷药，在市面上可见不着，在军队里，他们经常被当成麻药使用。没在军队里待过的，是绝对不会知道这种配方的。当年围剿魔古道的一共有3人，总兵丁义秋、副总兵胡海江，还有江湖义士郭纯。我说过，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，没有证据，是你自己决定赌一把的。师傅跟我说过，漕运商会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天津城能够呼风唤雨，是因为这里面管事儿的人够忠义。之前我不明白，现在我懂了。师傅不见了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，说不定就跟魔古道有关。今天漕运那俩管事儿的一死一活，您都认识吗？天津卫就这么大，同乘过一条船，不奇怪。对啊，师傅。说到王八，河底下那尊玄武像哪儿来的？你本本分分干好了自己的事儿，那些个查案什么的事儿，归你管了。